张志军案，又名岳父灭门案。有网友表示，这是中国法律界最奇葩的案子。还有人说，如果这个案子二审结果成立的话，那么其造成的后果要比彭宇案严重100倍。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案件会造成如此大的社会轰动呢？我们应该从中吸取什么教训呢？大家好，这里是悬案击凶，今天我们就要来说一说这个案子。2019年1月10日，四川省彭州市120急救中心接到一家小区物业的电话，对方声称小区内业主受伤严重，救护人员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。即便有一定的心理准备，可进门以后的惨状还是让医护人员大吃一惊。只见整个客厅的地面上积满了鲜血，3个人横卧在地上，生死不明，而凶手就在房间里面站着。警方很快就赶了过来，凶手名叫张志军，而他就是惨遭灭门的邹家独子的岳父。案件到这里本身就已经够离谱了，而接下来案情的发展却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。张志军刚被抓进去没多久，他女儿居然以受害者妻子的身份向法院递交谅解书，声称原谅了父亲张志军。于是张志军被判死缓不说，他的女儿也将以唯一继承者的身份无条件获得被害一家3口人的全部遗产。而这就是岳父灭门案造成轰动的真正原因。那么被灭门的一家3口是什么样的人呢？邹硕的父母名叫邹成海和杨慧芬，这对老夫妇在吉林省公主岭市某乡镇任教30多年，不仅获得了很多荣誉，也培养出一代又一代的好学生，所以当地人都对他们赞誉有加。实际上，2个年轻人的婚姻从一开始就没有得到祝福。邹硕的岳父张志军从一开始就反对自己女儿跟邹硕走到一起。邹硕的妻子名叫张瑜，2个人是在大学里面认识的。恋爱1年后，张瑜带邹硕回到河北老家与父母见面。虽说邹硕带上了近1000元的礼品，可却没能换来对方的一点点好脸色。张志军跟自己女儿说，我也不知道你看上他哪一点了，人长得一般不说，父母都是农村出身，根本毫无背景，听我的，赶紧离他远一点。张瑜随即跟父亲爆发激烈冲突，他觉得父母不应该这样干涉自己的爱情，父女2人不欢而散。虽然经历了一些波折，可2个人的感情不仅没有受到影响，反而更加坚定。毕业后，张瑜去了四川，在他舅舅领导的彭州石化公司工作，成为一名国有企业的正式员工。而邹硕本来已经在武汉找到了一份体面的工作，但为了能跟张瑜在一起，他费尽心思托同学推荐，最终才去了彭州中石油下属的一家第三方公司担任巡线员。到此为止，这一段相恋5年的爱情长跑终于换来了一段婚姻。2013年，邹硕和张瑜2人选择了一个好日子，偷偷地去领了结婚证。可张志军得知以后暴跳如雷，他无论如何也想不通自己女儿到底被灌了什么迷魂汤，为啥就死心塌地的愿意跟着邹硕这个废物。他经常当着邹硕的面开始嘲讽说，你那算什么工作，巡线员工作又苦又累，经常1个月有20天出差在外，而且挣的也比不上张瑜，工作也不够体面，这也不行那也不行，你还好意思说话。因为张志军的强烈反对，即便2个小年轻已经领证了，可还是没办法进行结婚仪式，这一拖就是2年时间。2015年，邹硕在东北老家的镇上举办了喜事，虽然百般不愿，可为了照顾女儿的面子，张瑜的父母和娘家人还是都参加了婚礼。客观一点说，婚后2个年轻人生活得非常幸福。邹硕的父母怕自己儿媳妇受委屈，所以刚结婚他们就给儿媳妇买了一辆20多万的新车，随后还帮小2口拿了房子首付。即便已经掏空了家底，可当儿媳妇开口以后，
邹妈妈还是勒紧裤腰带，凑出5万块钱借给了张瑜的亲弟弟张占武。2016年，小两口终于如愿以偿地住进了婚房。同年，张瑜怀孕，巨大的喜悦让邹硕非常激动。他单纯地以为这个孩子的到来能够让自己的小家庭更加美满，没想到却为自己和父母带来了灭顶之灾。2017年6月，在距离预产期还有1个月的时候，张瑜的父母从河北老家来到四川彭州。因为张志军始终看不起邹硕，所以从他踏进新房的那一天开始算起，家里的状况开始急转直下。2017年7月28日，邹硕和张瑜的女儿邹小小出生。按理来说，这个时候张瑜的父母应该回老家的，可他们一直住在婚房里，名义上是帮着带孩子，可实际上张志军一直对女婿进行公开的辱骂。那段时间，邹硕的压力可以说非常大，他白天要上班赚钱，晚上回家要遭受妻子的冷暴力、岳父的嘲讽和辱骂。不光这样，小小刚满月时，张瑜在没跟丈夫商量的情况下，就从卡上取走了14万的存款。这笔钱后来去向不明，张瑜说已经用于负担几口人的日常开销。而这种让人窒息的日子才刚刚开始。小小长到3个月大时，张瑜的弟弟张占武来到彭州，在婚房里动手打了邹硕。后来张家人更是把邹硕轰出家门，把他的衣物、随身用品和毕业证等直接丢出门外。最过分的是，在此之后，张瑜居然还换了大门的门锁。虽然房产证上写着邹硕的名字，但是邹硕并没有强行开锁回家。万般无奈之下，他在城里面租了间500块1个月的房子住下。可问题是，他的工资卡还握在妻子手中，每个月扣完房贷，就连剩下的那一点微薄工资也到不了他的手里。邹硕很懂事，他害怕父母年纪大了，听了这件事以后被气出个好歹来，所以他一直没有跟父母说。几个月的时间里，他只能靠父母的周济维持生活，最多一天只花几块钱。可就在这个时候，张瑜却突然提出离婚。最过分的是，他还要求邹硕净身出户。邹硕肯定不同意啊，所以他就到法院起诉。但是因为孩子太小，这起诉讼不了了之。2018年春节前几天，张瑜私自贱卖了公婆全款21万买来的婚车，换回9万6千块，装进了自己的口袋。2018年6月，张瑜再次提出离婚，这次他直接向法院起诉，诉求是孩子、房子和车位都归自己所有。但后来不知为何，他自己又撤了诉讼。2018年8月，被婚姻折磨得痛不欲生的邹硕也发起了离婚诉讼。一方面，他同意小小跟随张瑜生活，抚养费由他承担，但他同时要求法院要对夫妻名下的共同财产依法进行分割。另外，还特别要求张瑜的弟弟必须在此之前归还欠他母亲的那5万块。这场官司前后拖了整整4个月时间，最终法院判定邹硕和张瑜夫妻感情仍未破裂，不准许两人离婚。2019年1月7日，农历腊月初2，邹成海、杨慧芬两夫妇从吉林坐火车去往彭州，看望儿子和孙女的同时，顺便想给他们一个惊喜。虽然他们都年近60，可最后还是没舍得买卧铺票，一路都是硬座。临别时，他们告诉亲戚说今年就在四川儿子家过年。可等他们到了以后，才知道他们的儿子居然有家不能回，更别说进屋见孙女一面。没办法，老两口最后是在出租屋里为邹硕过了生日。2019年1月9日，杨慧芬打电话给儿媳妇，可一连打了好几个电话，对方都拒接。杨慧芬被逼得没有办法，她只能发短信跟儿媳妇说：“我想见一见我孙女。”没想到张瑜竟然回复：“我不认识你。”杨慧芬又请求张瑜发几张孩子的照片，没想到对方居然回了一句：“孩子没有奶奶。”这侮辱性极大的事情让邹家上下无法忍耐。
杨慧芬的老伴更是被气得整宿睡不着觉。2019年1月10日上午10点刚过，邹硕带着父母敲开了自家的房门。可刚进门没多长时间，这一家3口就被张志军用一把20厘米长的剔骨刀灭了满门。需要注意的是，这里面有几个细思极恐的细节。第一，事发以后，警方在追究这把刀来历的时候，张志军告诉警察说，买刀是因为自己喜欢吃羊骨头，事发之前1个月，自己刚从菜市场买回来。然而刀买来他并没有放在厨房，反而藏在了衣柜里面。他给出的解释是，我怕孩子碰着。我没有听说过会有人把剔骨刀藏在衣柜里面。再说了，厨房里面刀具那么多，你要是真的为了孩子安全着想，最应该做的不是锁好厨房，看好孩子吗？为什么单单藏起这一把刀呢？第二，张志军曾跟警察说，惨案发生之后，自己曾连续拨打3次110报警，但3次都未接通。整整半个小时以后，张志军才想起给女儿打电话。他跟女儿说110占线，让张宇赶快报警。事后查明，张宇打电话报警的时间是10点41，可当时距案发已过了半个多小时，而且电信公司的记录也明确显示，张志军所谓的报警占线问题并不存在。这3次电话都是他没有等接通就主动挂断的。更可怕的是，在明知道现场有3名重伤者血流不止的情况下，无论是在外上班的张瑜，还是在家中的张志军夫妇，都没有拨打120急救电话，反而一直强调自己在报案，在占线。最后居然还是物业叫来了救护车。这一来一回，耽误了整整2个小时的抢救时间。警方通报曾提到过，邹成海是在12点多被送往医院，但终因抢救无效离世。第三，法医的报告中记载，死者邹硕身中4刀，母亲杨慧芬身中3刀，这7刀都是刀刀深入胸腔，母子2人都因为心脏被直接刺破，当场死亡。父亲邹成海仅中1刀，肋骨就被刺断，刀锋深入肝脏。这里需要重点说明的是，警方证实未发现张志军身上有任何伤痕，说明凶手并未受到任何人身攻击和伤害。持刀杀人，冷静沉着，下手精准，刀刀致命，全都是往受害人心脏上捅。这种行为可以说是极其凶残。可张志军居然还强行辩解，他说自己只是正当防卫，没有主动杀人的想法。他强调说，邹家人登门是为了抢孩子，在争抢之中，他是自卫才误伤了3个人。他先刺向邹硕，再是杨慧芬，最后才是邹成海。然而法医在那把剔骨刀的刀刃和刀柄上只检测出了杨慧芬的 DNA， 而在杨慧芬的羽绒服上却验出了邹成海的血迹。这意味着很可能是张志军在餐桌边刺伤邹成海之后，又折回沙发旁对杨慧芬补了刀。另外，我还要很明确地告诉大家一个事实，张志军的下手过程可以说十分专业，普通人戳排骨都很可能先把自己弄伤，可这个老头居然如此干净利落地连杀3人，自己最后还没有受到一点伤。没有经验的人不要说杀人了，你杀头猪试试，看看猪临死前的挣扎有多可怕。所以说，当我们把所有线索串起来之后，我们有理由相信张志军的行为是早就计划好的灭门惨案。案发10个月之后，本案在四川成都开审。开庭前，张瑜多次要求和受害者家属见面，他声泪俱下地跟邹家人的亲戚保证说，自己会回东北处理后事，以后也让小小认祖归宗。他请求邹家亲戚看在小小的面子上，给张志军出具谅解书。然而邹家的亲戚却并不吃他这一套。到了法庭上，能讲述案发时情形的只有在场的张志军夫妇。张志军的妻子作证说，一开门，邹硕和他父母就冲进屋抢他手中的孩子。当时张志军劝说有什么事情好好说话，但他们依然继续打他。自己丈夫抱着孩子往书房跑，
之后邹硕他们3个人打张志军。而另一方面，张志军的证词和妻子在细节方面却有很大出入。他说邹硕父亲从餐厅椅子上站起来，把我推到墙上，我去衣柜隔层里拿了一把刀，想要吓唬他们。在扎了邹硕2刀以后，邹硕就在沙发上不动了。邹硕母亲还站着，抱着我外孙女的头在抢孩子，我就走上前往她胸口扎了2刀。邹硕父亲看到以后就正面朝我扑了过来，我就往他身上扎了1刀。听起来似乎合乎逻辑，但细究起来，我们就会发现这个故事疑点很多。首先，据张志军所说，当时邹硕已经身中2刀，这时候他母亲杨慧芬怎么可能不先救儿子，反而还在抢孩子，根本就不合常理。第二，如果真的如张志军所说，杨慧芬当时真的在和姚兰英争抢孩子，孩子理应就在2位女性的胸前，可张志军竟然能在这个时候向杨慧芬的胸口猛扎2刀，就不怕20厘米的刀刃误伤了外孙女小小和姚兰英身上。退1万步来说，真如他所说的话，小小和姚兰英的身上又怎么会没染上一点点血迹呢？再一个问题，邹硕和张瑜并没有离婚，邹硕带着孩子的爷爷奶奶回到自有产权的家里看自己的亲生女儿，这怎么能算抢孩子呢？所以这个说法本身就存在严重问题。2019年12月20日，1审判决结果下来了，法院认定张志军不具防卫性质，犯罪手段特别残忍，罪行极其严重。被告张志军罪名成立，判处极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。审判结果出来后，邹家亲属感到稍感宽慰。他们说，尽管当时张家欠那5万块钱还没能追回，邹家3家的骨灰仍未下葬，遗产问题也未解决，但至少罪魁祸首得到了应有的下场。可他们万万没想到，这种宽慰在很快就会荡然无存。几个月以后，邹家亲属在无意中看到一篇文章，里面写道，张志军案于2020年10月份重新开庭，2审结果居然是改判张志军死刑，缓期2年执行。一开始邹家的亲属还觉得这个新闻报道太荒唐了，怎么可能法庭开庭，他们作为死者亲属没听到一点风声呢？所以他们并不想相信。可他们在进行多方求证后才确定，2审居然真的已在几个月前开庭，并在受害人家属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宣判。2审判决书中认定，被害人对矛盾激化负有直接责任。张志军作案后没有继续加害，并如实供述，反映出其悔罪态度。加上被害人家属已出具了谅解书，法庭采纳了谅解书，认为符合从轻处理的条件。这让邹家人感到愤怒和失望。他们委托律师向高院申诉，要求重审此案件。事件被曝光以后，整个网络舆论瞬间爆炸，更多的网友发现了不对劲的地方。例如，有网友就爆料说，小两口一开始爆发冲突的原因，并不是所谓的张志军不喜欢邹硕，居然是邹硕觉得孩子不太像他的，所以就要求对小小进行亲子鉴定。但是女人反对以后，2个人这才爆发激烈冲突，最后也是因此分居。这个网友还表示，这种可能性非常大，因为张瑜那时候的表现太过激烈，对邹硕似乎没有一点点爱意，再加上邹硕长期出差。有的网友还说，这个女人压根就不可信，想让她父亲以1换3，最终达到目的，不仅拿到了男方一家2代人家产，2审甚至还自开谅解书，企图为他杀人犯父亲脱罪。就这种人，怎么会有人觉得他可信？要不是男方亲戚拼死在找媒体发声，估计这杀人犯还不用死刑，关个20-30年就放出来了。就这种人出具的谅解书，凭什么法庭还会给予采纳？让人觉得心底发寒的是，在等待重审结果的期间，有网友发现邹硕生前的房产已经在1年前被挂到网上待售，售价110万人民币。说实话，在看到这则新闻的时候，我就在想，这对父女之所以杀了人，还等了几个小时才报警，
有没有可能是为了让3个受害人死透了，女儿好继承所有财产呢？因为事件影响太过恶劣，最高院最终受理了这个案子。2021年12月31日，四川省高院宣布重审结果，他们认定2审判决对证据分析不够全面，导致量刑不当，决定恢复1审的判决，并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。2022年6月21日，张志军在四川被正式执行死刑。案件虽然终于尘埃落定，一个无奈的现实是，邹硕留下的存款、房产、车位等遗产，根据民法典规定，张瑜作为妻子拥有继承权。邹硕父母与邹硕同时遇害，老两口的遗产依法也会被张瑜继承。可明知道这样，我还是想问一句：当孩子长大以后，问起自己的爸爸、爷爷奶奶、外公时，这位母亲怎么回答？这位外婆怎么回答？当时为何不阻拦自己丈夫的残忍行径？他们会说外公是坏人吗？会说你爸爸是好人吗？哈哈哈，答案可能不言而喻。看了这个案子以后，你有什么想法呢？欢迎评论、留言、转发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